你是不是也纳闷过，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顺风顺水，家里家外都清清爽爽，你自己身边却总是不断遇到各种乱糟糟的事？我认识一个陈阿姨，退休这几年本来该享清福，可她一提起自己有个远房表弟，就直叹气。这表弟3天2头找她借钱周转，几百几千的，说好了下个月还，1年下来没还过一次。陈阿姨心软，每次都借，可每次转完账，那天晚上准失眠。她跟我说，她也不是心疼那点钱，是心疼自己这把年纪了，还要为这种事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你说陈阿姨命不好吗？她儿女都孝顺，退休金也不少，身体也还硬朗。她唯独输在一件事上，就是她这辈子从来没学会怎么跟她表弟这种人拉开距离。好命，从来不是没遇到过烦心事，而是遇到了能及时看清楚这个人该不该留在你身边。今天我想陪你聊透3种关系，看清楚了，往后余生能少操很多不该操的心。第一种是那种越处越累，把你的情绪当电池用的关系。第二种是那种越给越贪，你付出多少都填不满的关系。第三种是那种表面上热热闹闹，其实相处完你心里空落落的关系。这3种关系躲开了，你会发现你羡慕的那种好命，其实你也可以轻松得到。我们从小就听人说，命是天注定的，谁家孩子有出息，谁家老两口安享晚年，好像都是老天爷早就写好的剧本。可你仔细想想，真是这样吗？我们家门口有个卖菜的摊子，摊主老李每天挑菜特别讲究，同一筐青菜他会一片一片翻蔫的、烂了心的全挑出去扔掉，剩下的才码得整整齐齐摆出来卖。有顾客问他，这么费事干嘛？他说，一筐菜里要是留了一颗烂的，捂不了2天，整筐都得跟着坏。人跟人之间的相处，何尝不是这个道理？你这一辈子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有些人是滋养你的，跟他们在一起，你觉得心里踏实，日子有奔头。可有些人就是那颗烂在筐底的菜，你舍不得扔，觉得都是亲戚，都是老朋友，可留着留着，你整个人的精气神都被他捂坏了。好命的人未必是运气特别好，没遇到过糟心的人和事，他们只是比别人更早明白一个道理：人这一辈子最值钱的不是存款，也不是房子，是你自己的心气和精神头。你把心气耗在不该耗的人身上，再多的福气也兜不住。我认识一位姓周的老先生，早年做点小生意，起起落落也吃过不少苦。他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我记到现在。他说，年轻的时候不懂事，什么人都想处好关系，觉得这样路子宽。等到岁数大了才明白，路子宽不宽，不在于你认识多少人，在于你身边留下的这几个人靠不靠得住。这句话说透了一个理，筛选不是绝情，是对自己这辈子剩下的时间最起码的负责。你我都到了这个岁数，说句实在话，往后的日子经不起再被消耗了。年轻的时候精力旺，摔了跟头爬起来快，这把年纪了，心里堵一次，缓过来都要好几天。所以你说好命是什么？好命就是像老李挑菜一样，该留的留，该扔的扔，不心疼也不含糊。你身边要是有那种人，跟他相处完，你觉得浑身不得劲，心里堵，那就是筐底那颗烂菜，早点看清楚，早点心安。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这3种关系，你对照着自己身边的人，看看是不是也遇到过。看清楚了，你才知道往后的日子该把心思花在谁身上。老张退休前是厂里的车间主任，为人实在，脾气也好。退休以后，他有个老同事老彭，3天2头来找他。一开始老张挺高兴，觉得老哥们儿常来常往是好事。可处着处着，老张发现不对劲了。老彭这个人每次来都是一肚子苦水。
说儿子不孝顺，说老伴不体谅他，说这个同事那个邻居都对不起他。老张一开始还耐心听，劝2句，可日子久了，他发现不管他怎么劝，老彭下次来还是同样那几句抱怨，一字不差。老张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，他说：“我跟他坐1下午，感觉自己像块电池，被他吸得干干净净。可我要是有点烦心事想跟他说说，他连听都懒得听，转头又说起他自己的事了。”有一回，老张身体不舒服，做了个小手术，住了几天院。老彭来看他，坐下第一句话不是问老张恢复得怎么样，而是接着上次没讲完的话头，又开始数落他儿子。老张躺在病床上，听着听着，心里那个滋味说不出来的堵。这就是消耗型关系最典型的样子。你对他是真心实意的关心，他对你是理所当然的索取。你有事的时候，他想不起你；他有事的时候，你必须放下手里的一切，听他倒苦水。相处的时候，你老觉得自己在往外掏东西、掏心思、掏耐心、掏精力，可从来没有人往你这边填一点。你要是留意一下，这种人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，他心里想的永远是别人怎么对不起他，家里人怎么亏待他，社会怎么不公平。你要是顺着他说，他觉得你懂他；你要是稍微提点不同意见，他立马就跟你急，觉得连你也站到他对立面去了。跟这种人处久了，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敢说真话，因为你说真话，他接不住，还得反过来怪你。老张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呢？他没有跟老彭吵架，也没有把话说绝，他就是慢慢的减少见面的次数。老彭打电话来，他能接就接，接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坐1下午。他跟我说，他不是不讲情分，是这把年纪了，经不起天天被人抽血一样的相处。他现在把这些空出来的时间，用来跟真正让他觉得舒服的老朋友喝喝茶、下下棋，人反倒精神了不少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你一想到要见他，心里先咯噔一下，觉得又要应付一场。你花在他身上的心思，从来没有换回来过一点点温暖。这种关系处得越久，你就越觉得自己不像自己了。真正该做的，不是跟这种人翻脸，而是学会悄悄地把相处的分寸收回来。见面可以，但不必每次都全情投入；电话可以接，但不必每次都陪着他情绪起伏。你不欠他一辈子的耐心，你欠自己一个不被掏空的晚年。命好的人不是没遇到过这种人，是他们比别人更早学会了把心思收回来，留给真正值得的人。还有一种人，你仔细想想，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？你跟他聊完天，是心里更轻松了，还是更累？你有没有算过，你身边有几个人，是你一想到要见面，心里先叹口气的？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经历？明明什么大事都没发生，就是陪着某个人说了1下午话，回到家却觉得比干了一天体力活还累。你有没有留意过，跟有些人在一起，你说什么他都能接得住，你不说他也能看出来你今天心情不对。可跟另一些人在一起，你哪怕说得再明白，他也只顾着讲他自己的事，你的话像扔进了棉花堆里，没有一点回音。你想想看，是不是每次那个人找你，不是分享什么开心事，而是又要倒一肚子苦水？他听完了倒是松快了，可你自己心里那点堵，找谁说去？你有没有发现，跟这种人相处久了，你自己都变得爱叹气了？本来你不是这样的人，可是被他一次次的传染，你也开始觉得日子过得没意思。你再想想，你身边是不是也有那种人？你退休金多少他要问，你儿女孝不孝顺他要比，你身体好不好他也要拿来说道说道。可你要是真遇到难处，指望他伸把手，他比谁都躲得快。你今天听我说到这儿，心里是不是已经想起了一个人的脸？如果想起来了，别急着去跟他理论，也别急着去跟他绝交。
你先问问自己一句话：这些年我图的是什么？是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面子，还是我自己晚年的清静？命好的人，不是没遇到过这种消耗自己的人，他们只是比你早一步问出了这句话。第二种要躲开的人，是哪种越给越贪的索取型关系。王阿姨有个远房侄女，早些年家里困难，王阿姨没少接济，逢年过节接济点米面油，孩子上学的时候还塞过学费。王阿姨心想，都是一家人，能帮就帮一把，也没多想。可这一帮就帮出问题来了。这侄女但凡手头紧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阿姨。一开始是几百块周转，后来涨到几千块，再后来孩子要买手机，要报补习班，家里要装修，都伸手找王阿姨。王阿姨退休金本来就不算多，一来二去，自己反倒过得紧巴巴的。更让王阿姨心里不是滋味的是，这钱借出去，从来没有一次主动提过还。王阿姨要是不问，这事就跟没发生过一样。王阿姨要是提一句，子女立马就变了脸色，说：“姑姑，你怎么这么斤斤计较？不就是这点钱吗？至于这样吗？”王阿姨跟我说，她想不通，自己掏心掏肺帮了这么多年，怎么在对方眼里倒成了自己小气？她说，后来她想明白了，这种人心里根本没有一个刻度。你帮他一次，他觉得是应该的；你帮他10次，他还是觉得是应该的。你哪怕有一次帮不上，他反倒能记恨你一辈子。这就是索取型关系最要命的地方。你的付出在他那里从来没有上限，也从来换不回一句真心的感谢。你要是有一天顾不上了，他不会想你这些年为他做了多少，他只会记得你这一次没帮他。老话说，生米斗米稠，说的就是这个理。给的少了，人家念着你的好；给的多了，反倒把你的好当成了理所当然。一旦有一次达不到他的期待，多年的情分说翻脸就翻脸。王阿姨后来学乖了，不是一刀切地不再往来，而是有分寸的帮。子女再开口借大钱，他就实话实说，自己这退休金也就够自己过日子，帮不了那么多了。头一回说这话，子女脸色确实不好看，可日子久了，该来往还是来往，只是不再是那种没底线的索取了。王阿姨说，她现在心里踏实多了，该有的亲情还在，可再也不用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口的下一次借款提心吊胆。你要留意，索取型的人跟消耗型的人不太一样。消耗型的人图的是你的耐心和情绪，索取型的人图的是实打实的东西，钱、力气、人情。这种人嘴上说着都是一家人不见外，可这份不见外从来是单方面的，只许他向你伸手，不许你有一点为难。真正该学会的，不是一次性把关系斩断，而是把付出的分寸重新握回自己手里。该帮的帮，但要有个数，帮不了的坦坦荡荡说清楚，不必觉得亏欠。你这一辈子挣的家底是留着自己安享晚年用的，不是拿来填一个填不满的窟窿的。还有一种关系，你说不出它到底哪里不好，因为表面上看它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小区里有一群老姐妹，平时一起跳广场舞，一起逛超市，看着挺热闹。可李姐跟我说，她跟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从来不敢说真话。谁家儿子挣得多，谁家孩子考上了好学校，这些话题他们说的眉飞色舞。可要是哪次李姐随口提一句自己身体不太好，或者孩子最近让她操心，气氛立马就冷下来，没人接话，转头又聊起别的去了。还有一种更常见的场面，几个老同学聚会，酒桌上称兄道弟，推杯换盏，热闹的不行。可散了席回到家，李姐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好像刚才那2-3个小时自己没说过一句真心话，也没听到过一句真心话，全是些客套和场面话。你发现没有，这种关系最迷惑人的地方，
就是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冷漠，甚至比谁都热络。可你细品一下，相处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真的被理解过？你的开心有没有人真正为你高兴？你的难处有没有人真正愿意听你说完？要是没有，那这份热闹说到底就是个空壳子。跟这种关系相处久了，人会慢慢变得不像自己。你为了融入这个圈子，学着说场面话，学着藏起真实的情绪，学着在别人面前扮演一个合群的人。时间长了，你自己都快忘了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子。理解后来想通了一件事，他说：热闹不等于知心，人多不等于不孤独。他现在依然去跳广场舞，依然参加老同学聚会，但他心里清楚，这些只是生活里的调剂，不是他情感上真正依靠的地方。他另外留了2、3个能说真心话的老朋友，虽然不常聚，但每次见面都是掏心窝子的话，这才是他真正的底气。你要留意，这种表面热闹的关系，不用你去躲，也不用你去断，你只需要清楚地知道，他给不了你什么。别指望从这样的关系里得到真正的理解和支撑，把你的真心留给那些配得上的人。前面说的这2种人，消耗你情绪的，伸手跟你要东西的，其实老祖宗早就看透了，只是那时候没有这些新词，说得更直白。老话讲，生米斗米仇。你帮一个人1次2次，他念你的好，你帮他10次8次，他反倒觉得你欠他的，哪一次帮不上，他能记恨你半辈子。这句话，多少人到了岁数才咂摸出味道来，年轻时候不懂，觉得帮人越多越好，帮到最后才发现，有些人的心就是个填不满的窟窿。还有句老话，说的是富不侵3人，穷不碰3亿。这里头富不侵3人，讲的其实就是3种关系。一种是那种只在你风光的时候围着你转，你一旦有难处立马躲得没影的人；一种是那种整天在你耳边说是非，驳弄你跟家里人关系的人；再一种就是那种见你有点什么就眼红，巴不得你过得不如他的人。这3种人，老祖宗说得清清楚楚，富贵的时候不要跟他们走得太近，说的不就是这些道理吗？你看这些老话流传了几百年，不是没道理的，是一代一代人拿自己的教训换来的。你我这个年纪，说是吃过见过，其实回头看看，身边多少烦心事，都是当年没听老话的劝，跟不该处的人处得太近了。还有一句我印象很深，叫做知人不评人，知事不入事。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呢？你可以把一个人看得明明白白，心里有数，但不必非要跟他撕破脸，也不必非要把话说到那么绝。你就是慢慢往后退，不再把心思和精力往那个方向使，这就够了。我认识不少老朋友，年轻时候讲究个面子，谁家亲戚朋友找上门，不管合不合适，都硬着头皮周旋。到了这个岁数，反倒活得越来越明白了，该来往的还来往，不该掏心的就是客客气气，留一份体面，但不再掏心掏肺。这不是老糊涂，这是真正活透了。老祖宗留下这些话，就是提醒我们，人这一辈子，不是所有关系都值得你用心去经营，有些关系看透了，比处好了更重要。周勃今年76，身体硬朗，精神头也好，用街坊邻居的话说，这老爷子活得真是舒坦。可要说周勃这一辈子有多顺，那也不见得。他年轻时候下过乡，中年下过岗，晚年老伴走得也早。搁旁人身上摊上这些事，多半是唉声叹气过日子。可周勃偏偏活得通透。我问过周勃，你这心态咋这么好？他跟我说了一件事，他说他年轻那会儿，跟一堆人称兄道弟，谁家有事都去帮忙，逢年过节吃饭喝酒，好像人缘特别好。可真到他自己家里遇到难处的时候，往日那些酒肉朋友
一个个都不见了踪影。倒是有那么2、3个平时不怎么走动的老同事，二话没说帮他张罗前后。周伯说，那次他算是看明白了，人这一辈子热闹的人多，知心的人少，别把两者搞混了。从那以后，周伯就变了一个活法，谁找他借钱不还，他不再硬着心肠一次次的借，该拒绝就拒绝，拒绝完心里也不别扭。谁跟他说话总是让他心里堵，他就慢慢减少往来，不吵不闹，就是不往那个方向使劲了。谁请他吃饭喝酒，场面上应付得过去，但他心里明白，那顿饭吃完，谁也没记住谁。他把省下来的这些心思，都用在了那2、3个真正靠得住的老朋友身上。逢年过节约着喝茶下棋，谁家有事，一个电话就到。周伯说了一句话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他说：“人老了才明白，命好不是没遇上过糟心事，是遇上了能一次一次的把心思收回来，放到真正值得的人身上。你要是问我，命好的人到底做对了什么？说到底就是3件事。第一，遇到那种越处越累，只会跟你要情绪的人，学着把陪伴的时间和耐心收回来，不必翻脸，但要有分寸。第二，遇到那种越给越贪，把你的好当理所当然的人，学着把付出的分寸握回自己手里，该帮的帮，帮不了的坦坦荡荡说清楚。第三，遇到那种表面热闹，其实相处完心里空落落的关系，不必强求它变成什么，只是心里清楚，别指望从这样的关系里得到真正的支撑和理解。这3件事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需要一点狠心，更需要一点看透。可你一旦学会了，你会发现你身边留下的人越来越少，可留下的这几个个个都靠得住，你心里的分量也越来越轻松了。今天跟你聊的这几件事，说到底就是这么个理。命好不好，不在于你遇没遇上过烦心的人和事，而在于你遇上了能不能看清楚，及时把心思收回来。越处越累的人，收回你的耐心；越给越贪的人，收回你的付出。表面热闹的关系，别指望他给你真正的依靠。这3条你记住了，往后的日子能省下不少心力。开头说的那个陈阿姨后来怎么样了呢？她想明白了这个理。那个表弟再来借钱，她坦坦荡荡说清楚，自己这退休金也就够自己过日子。头一回说这话，那表弟脸色是不太好看，可日子久了，陈阿姨反倒睡得踏实了，晚上也不用再为这点事翻来覆去。她跟我说，她现在把这份省下来的心思用在了跟老伴一起遛弯，跟真正合得来的老姐妹喝茶上，人整个精神头都不一样了。我常说一句话，人这一辈子家底再厚，房子再大，都不如身边留几个让你安心的人，这才是真正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传家宝。你听到这儿，心里是不是也想起了一个人的脸？不妨在评论区跟我说说，你有没有遇到过这3种关系里的哪一种？你又是怎么处理的？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内容说到你心里去了，别忘了点个赞，也顺手转给你身边正为这些事烦心的朋友，也许一句话就能帮他省下好多年的纠结。别忘了订阅超人商学院，我们下一期接着陪你把日子过明白。这一路咱们不图别的，就图彼此心里都能过得踏实一点，安稳一点。